诸位，如果你现在即将步入60岁了，或者你已经平平安安的过了60岁这个大关，我在这里首先要恭喜你。为什么？你想想看，人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你能全头全尾的走到今天，完成了人生上半场的游戏，把儿女养大，把家庭撑起，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但是你们要晓得，60岁以后老天爷给你安排的这个人生游戏，它的规则彻底变了。很多人不知道，60岁是人命理上的一个生死大关口，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很多人一过了60岁，就会开始觉得力不从心，越努力越累，越操心越焦虑。你仔细看看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老朋友，年轻的时候也是呼风唤雨的能人，怎么一到了晚年，日子反而过得鸡飞狗跳，百病丛生。很多人一拍大腿说，哎呀，是我老了，身体这台机器生锈了，不中用了。我跟你讲，不完全是这样，真正改变的不是你的年纪，而是天地间的契机，是你人生的因缘果报开始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阶段。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讲究一个顺应天时，年轻过的时候你拼命工作赚钱，去照顾一家老小，那个时候的生命周期叫做向外扩张。在易经的卦象里，这属于阳，属于生发。那个时候你气血旺，业力轻，老天爷允许你往外冲，允许你去折腾。可是60岁之后呢，宇宙给你的游戏规则变了，它从生发转成了收敛，这是一个向内探索修心养命的生命周期，属于阴，属于脏。可是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不懂这个天机啊，60岁之后，如果你仍然沿用你30-40岁时的那种生活方式，你还在拼命努力，拼命往外张牙舞爪的去抓取，那我实话告诉你，你人生的下半场必定会越来越辛苦，甚至会有大灾祸。为什么？因为你逆天道而行了。这就好比什么？好比到了秋天，冬天树叶本来该落了，树的营养该往根部收了，为了来年能活下去，它必须得把向外的枝干舍弃掉。可是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开花发芽，你要向外证明你这棵树还能长，那结果是什么？只要一阵寒霜过来，这棵树就得连根冻死。这就是天地的规律，这就是大道，没人能抗拒得了。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番话，就是要提醒你们一件攸关性命的大事。60岁之后真的不用再那么努力了。诸位要记住，我说的不用努力，并不是叫你破罐子破摔，不是叫你躺平，也不是叫你放弃人生，而是要你停止那些正在疯狂消耗你生命能量的假努力，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真正能提升你生命品质，能滋养你精气神的地方。老天爷在花甲之年其实给你画了几条高压线，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有几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再去做。你越早放下这几件事，停止这几种努力，你把向外攀援的心收回来，你后半生反而越有福报，越能得善终。这就叫六根清净，福气自来。咱们先讲最致命的第一道坎，毫无顾忌的透支身体老本，就是在给自己的晚年埋祸根。很多人一辈子其实都分不清楚体力和生命力的区别。你们要晓得，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年轻的时候你去干重活，累得腰酸背痛，那消耗的叫体力。体力这个东西就像是你水缸里舀出去的水，你只要踏踏实实睡上一大觉，吃2顿好饭，
明天这水缸又能满上来，你又能生龙活虎的去打拼。但是一过了60岁，天地的气机收敛了，你再硬撑着去熬夜，再强迫自己去操心受累，你消耗的可就不再是体力了，你消耗的是你先天的生命力。我们老祖宗把这个叫做元气。元气是什么？元气不是水缸里的水，元气是那个水缸本身。你过度透支，水缸上就裂开一道缝，睡一觉能补回水吗？能，但是那道裂缝永远都在，而且越漏越快。一旦你长期透支，把这口先天的真气给耗散了，你拿什么药，吃多少补品都填不回来。你们想想看，诸葛亮多聪明的一个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他偏偏就在养命这件事上犯了咱们很多老年人最容易犯的糊涂。当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带兵驻扎在五丈原，那时候他多大年纪？才54岁。按理说正是老成持重，最该发光发热的时候，可他已经是一副什么光景了？面容枯槁，连坐车都喘不上气，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对面军营里的司马懿狡猾得很，他不去跟诸葛亮硬碰硬，他派使者去蜀军大营里探虚实。使者回来以后，司马懿不问诸葛亮有多少兵马，也不问他用了什么阵法，就问了一句话：诸葛公一天吃多少饭？平时都管些什么事？使者说：丞相每天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军营里哪怕是打20军棍，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过问。可是他一天吃进去的饭还不到几小碗。司马懿一听，拍着大腿就笑了，说了8个字：食少是烦，岂能久乎？吃的那么少，操心的事却那么多，他还能活得长吗？果然没过多久，秋风一吹，诸葛亮这盏灯就彻底熬干了，星落五丈原。诸葛亮是被司马懿打死的吗？不是。他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吗？也不是。他就是不懂得收，人过半百，本来应该抓大放小，颐养精气神，可他非要把所有的担子都挑在自己肩上，事必躬亲，活生生把自己的先天气机给耗空了，把元气给漏光了。这就是违背了生命收敛的规律。老天爷要收账，谁也拦不住。我告诉你们，今天咱们很多过了60岁的老朋友，活得简直就像那个食少事烦的诸葛亮。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总觉得家里的事情离了你就不行？是不是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了，可你心里就是放不下，总告诉自己我再撑一下，等把这顿饭做完再说，等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再说。你总觉得忙完这一阵就能歇一歇了，可是你想想看，你这哪里是在做事？你这是在拿着自己的命去填那个永远也填不满的窟窿啊！你以为不听身体的警告，硬撑着干活，这就是负责任，大错特错。咱们中华文化讲究五行对应五脏，你每天脑子里装着几百件心事，思虑过度，这叫思伤脾，你的脾胃气机就转不动了。吃进肚子的好东西根本化不开，全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每天看着儿女不上进，看着身边人不顺眼，心里压着火，这叫怒伤肝，你的肝木之气就全淤堵在那里，时间一长，身上这疼那疼的毛病全出来了，这就叫五脏六腑的风水被破坏了。很多人一辈子喜欢算命，喜欢看风水，觉得家里摆个什么物件就能逢凶化吉，可真正的风水在哪里？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你的五脏六腑本来是一个风水绝佳的宝地，气血运行的顺顺当当的，结果你60岁以后不仅不养护它，
还天天去强行透支它，把里面的风水搅得天翻地覆，那你不管吃多贵的药，用多好的养生仪，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我常常讲，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怎么养出来的？不仅靠呼吸，还靠你吃下去的东西。可是你们很多人是怎么吃饭的？端着饭碗，眼睛死死盯着电视上的社会新闻，越看越生气，或者一边扒饭一边听老伴数落东家长西家短，听得心里直冒火。你以为你吃进肚子里的是白米饭和炒青菜吗？我告诉你，你把那股怨气、怒气和焦虑连同米饭一起嚼碎了，全咽进了自己的胃里。这种带着负面气场的食物一进肚子，立刻就会败坏你身体里的风水，好端端的营养在你体内化成了浊气。长期这么吃下去，你不生病谁生病？所以60岁以后的第一大纪律就是立刻停止这种拿命换事做的假努力，不要再去透支你宝贵的精气神了。你必须要每天刻意的给自己留出一段留白的时间，不用多，哪怕吃完饭之后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待上10分钟。你不要小看这闭目养神的10分钟，老祖宗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把眼睛一闭，本来向外消耗的神气就全都收回到了你的5脏6腑里，这就是在修补你那口漏了的水缸，这就是在给你自己续命。不要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该认怂就要认怂，累了就去躺下，困了就闭上眼，把向外折腾的那个劲头收回来，把你身体里的那个家给守好。你把自己这口真气养足了，不拖累儿女，自己活得安安生生，这就是你晚年最大的福报。但是除了透支身体，还有一个消耗你福报的大窟窿，比透支身体还要隐蔽，还要伤人。很多人一辈子活得像个活菩萨，对谁都好，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亏待别人。结果到了晚年一看，自己一身是病，兜里干干净净，身边连个知冷知热能倒杯热水的人都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老天爷不长眼，好人没好报？我告诉你们，根本不是老天爷不长眼，是你自己把人生的账本算错了。这第2件60岁以后绝对不能再干的事，就是千万不要再强扛别人的因果，别把别人的业力硬背到自己肩上。有个刘大姐，那是10里8乡出了名的软心肠老好人。她刚过60那年，老伴的弟弟，咱们叫他小叔子，早年因为贪杯嗜酒，突然脑中风，半身不遂了。小叔子一辈子没成个家，这一下瘫在床上，谁管亲戚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在踢皮球。刘大姐去医院看了一次，看不得人受苦啊，眼泪吧嗒吧嗒掉，一咬牙做了一个连他老伴都反对的决定，你们都不管，我管，接家里来，我伺候，这一接就是整整10年。你想想看，伺候一个半身不遂的成年男人，那是多大的工作量，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有一次寒冬腊月，半夜里小叔子哼哼唧唧，刘大姐赶紧披着件旧棉袄爬起来，咬着牙使出全身的力气给他翻身。那是60多岁的老太太啊，翻完身，她自己靠在床沿上，累得气喘吁吁，腰疼得半天直不起来。为了给小叔子抓药看病，刘大姐更是把老两口的退休金全搭进去了，日子过得紧巴巴。就这么熬到了第7年，有一天，刘大姐在厨房正熬着药，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浑身发冷，
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等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眼，你猜怎么着？床边冷冷清清，亲戚们来看了一眼，嘴里说着：哎呀，大嫂伺候惯了，这是他修的功德，别人也插不上手，等他出院接着弄吧。连他老伴都在床边埋怨：我当初就说别惹这个大麻烦，你非要充好人，现在好了，把自己搭进去了吧。至于那个小叔子，不仅没半点感恩，还在家里发脾气，嫌今天没人给他准点送热饭。刘大姐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心彻底碎了。10年掏心掏肺，耗光了家底，熬垮了身体，最后落得个万人嫌。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听了都替刘大姐抱不平，但是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个人有个人的业障。小叔子早年贪杯纵欲，不爱惜身体，那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晚年中风受苦，那就是他必须去承受、去吸食的果。刘大姐心善，偶尔去搭把手送点吃的，这叫结善缘，这是对的。但是他错就错在没有边界，大包大揽，他硬生生的把小叔子这10几年的沉重业力全都抢过来，背到了自己瘦弱的肩膀上。你以为你这是菩萨心肠，大错特错，这叫越界，你越了天道的界，打破了人家因缘果报的平衡，老天爷就把他的那份账直接算到了你的命盘上。这就好比别人身上背着一座山，你看着心疼，非要冲过去替他扛，可是你忘了，你已经过了60岁了，你的先天气机已经由生发转为了收敛，你自己的元气都不够用了，你这把老骨头怎么可能扛得住别人的大山？最后只能是被活活压垮，不仅自己垮了，家底空了，还把身边人惯出了理所当然的毛病。你们再仔细想想看，咱们现在很多当父母的对待自己的成年儿女，是不是也在犯刘大姐一模一样的毛病？儿子要结婚，首付还差钱，你心一软，不仅把自己的棺材本全掏空了，还舔着老脸去跟亲戚朋友借钱。女儿生了2胎，你明明自己有高血压、老寒腿，还要强撑着买菜做饭，白天黑夜的带孙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不敢说一句重话。儿女们小两口一吵架，你比他们还着急，整宿睡不着，第2天跑去干涉，结果弄得两头不落好。你总觉得我是当妈的，我是当爹的，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受苦，我多干一点，孩子就能轻松一点。我告诉你们，你这不叫爱，你这叫愚痴。儿女长大了，成家立业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考卷，他们面临的困难，那是老天爷给他们安排的磨练，是他们必须去经历的业力和成长。你非要冲上去替他们答题，你就是在强行干预他们的因果。你替他们把苦吃了，他们吃什么？他们就只能坐吃山空，越来越没有担当。你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凡是父母过度包办，累得半死不活的家庭，儿女往往不仅不孝顺，还常常败家，甚至把你当仇人。为什么？因为你把他们的福气也给干涉没了。60岁以后，你的首要任务是稳住你自己身上的气机。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是个救世主，你要开始建立自己的情绪边界。什么叫情绪边界？就是当亲戚、邻居，甚至成年儿女跑来找你帮忙，或者向你倒苦水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害怕别人失望，害怕面子挂不住，就勉强点头。你要敢于在心里给自己设一道门，别人找借钱求办事，
你要学会在开口答应之前，先笑眯眯地停顿一下，说一句：这个事情啊，我年纪大了，得先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过2天再答复你。这就是在缓冲，这就是在保护你的气场，然后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余力。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碰上儿女的事情，能帮一把是一把，但是绝对不能伤着自己的根本。真正的爱不是牺牲自己，而是先把自己这根定海神针给立稳了。你身体硬朗，情绪稳定，每天乐呵呵的，不生病，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你对儿女对这个家最大的护佑和贡献。当你把这些不该背的包袱卸下来，你会发现你身上的担子轻了，呼吸顺了，连家里的风水都跟着变好了。可是光知道不背儿女亲戚的债还不够，我们很多老一辈骨子里还有一个最要命的执念，这个执念就是2个字：面子。你们要晓得，人在年轻的时候争强好胜，那是顺应天时，因为你要在社会上立足，你要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你不争就没有饭吃。可是当你过了60岁，这个时候你再去处处跟人争高低，非要在外人面前证明自己，宝刀未老，证明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响当当的人物，这就不叫有志气了，这叫跟天道较劲，这是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第3件绝对不能再干的事，就是停止为了面子去透支自己。越要面子，越折福气，大家都听过。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讲的就是李广。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威风凛凛，可是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不是战死沙场，是被他自己的面子给活活逼死的。那是汉武帝发动的一场对匈奴的决战。当时李广已经60多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汉武帝觉得他年纪大了，本来不想让他去，更不想让他当冲锋陷阵的前锋。可是李广不服老啊，他觉得皇帝这是看不起他，觉得同僚们在背后笑话他，老了不中用了，他非要争这口气，跑到皇帝面前苦苦哀求，硬是把这个前锋的任务给抢了下来。结果呢，老天爷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在大漠里行军，风沙一刮，李广的部队迷了路，在戈壁滩上转了好多天，彻底错过了和主力部队会合的时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摸着，这场仗就已经打完了。按照军法，迷路失期是要交由专门的刀比例去审问定罪的。其实以李广当时的地位和过去的功劳，花点钱赎罪或者贬个官，也就能把命保下来，回家安度晚年了。可是当大将军卫青派人来问责的时候，李广站在大漠的冷风里，看着来问话的差役，心里那个面子的坎怎么也迈不过去。他脸色铁青，对部下说：我李广从10几岁开始跟匈奴打仗，大大小小70多场，现在我都60多了，你们让我怎么拉得下这张老脸去面对那些舞文弄墨的刀比利，去受他们的审问和责辱。话一说完，他猛地拔出腰间的宝剑，往脖子上一抹，自刎了。你想想看，悲惨不悲惨？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没死在敌人的刀枪下，却因为放不下晚年的面子，因为太想向全天下证明自己还没老，深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我告诉你们，今天咱们很多过了60岁的老朋友，虽然不用上战场，但是平时做事的那个架势简直就跟老将军李广一模一样。你回想一下，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餐，饭桌上有人说你一句：老张啊，你现在退下来了，
就在家好好带孙子吧，外头的事你就不懂了。你一听，这火气噌的就上来了，觉得人家在贬低你，为了证明自己还没过气，你非要扯着嗓子跟人家争论国家大事，非要吹嘘自己当年在单位里是怎么发号施令的，真的面红耳赤。一顿饭吃完，血压值往上冲。还有的老年人明明自己腿脚不利索了，去超市买了一大袋几十斤的大米，别人要帮忙，他说不用，我这身子骨硬朗得很，我年轻时候能扛100斤，硬是咬着牙憋着一口气把米扛上楼，结果腰间盘散了，躺在床上半个月下不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们这到底是在折腾什么呢？这就是在用你有限的生命去喂养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佛法讲得很清楚，人生一切烦恼都来自这个我执。你总是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你，执着于曾经的辉煌，这就是没有看透。易经里有一卦叫乾卦，最高的一爻叫亢龙有悔，就是说一条龙飞得太高了，到了极点，如果你不知道退下来，不知道收敛，你还要硬往上飞，接下来必定是重重的摔在地上，追悔莫及。60岁以后，你必须学会守拙，学会藏起自己的锋芒，学会服老，学会认怂。认怂不是懦弱，不是窝囊，而是大智慧。别人说你老了，你笑眯眯的点点头，是啊，老咯，天下是你们年轻人的了。别人在你面前显摆，你竖起大拇指夸人家2句，自己心里波澜不惊，拎不动东西了，就大大方方的请个年轻人搭把手，说句谢谢小伙子。当你彻底放下了这个面子，当你不再去向任何人证明你有多强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身上的那副沉重的枷锁吧嗒一下就掉下来了。你不用再端着了，不用再装了，你的元神就安宁了。这也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返璞归真。可是人是群居动物，就算你自己在家里放下了面子，可是只要一推开家门，一走入社会，立马又掉进另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什么？就是害怕孤独，拼命的去维持那些根本没有意义的社交圈子。你要知道，人一退下来，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岗位，心里头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就好像一出戏唱完了，大幕拉上了，台下没观众了。为了填补心里的这个空虚，很多人就开始疯狂的往外跑，去参加各种老同学聚会、老同事饭局，总觉得只要身边热热闹闹的，有人说话，自己就还没被这个社会淘汰。可是我告诉你们，60岁以后，这第4件千万不能做的事，就是盲目攀附圈子。你以为你是在交朋友，其实你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去填那些能量黑洞。有个叫老李的，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兄弟情谊。年轻时候在厂里，那是出了名的仗义，谁家有事他都去帮忙。到了60岁退休了，闲在家里难受啊，于是从前厂里的那些个老同事、老酒肉朋友，只要打个电话一招呼，老李那是随叫随到。每天下午的棋牌室里，老李必定准时报到。打完几圈麻将，不管输赢，到了饭点，一帮人就去街角的小饭馆里喝酒吃肉，酒过三巡，这帮老兄弟就开始吹捧老李。咱们这群人里，还是李哥最局气，最讲究。老李一听这话，心里那个舒坦啊，觉得在这个圈子里自己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一到结账的时候，老李总是抢着把钱往桌上一拍，今天这顿算我的，谁跟我抢我跟谁急，整整2年。
老李几乎天天泡在这个圈子里，自以为交下了一帮生死之交，走在街上都有底气。直到有一天晚上，又是喝大酒，老李那天本来就有点感冒，几杯高度数的白酒下肚，旁边的人还在起哄，李哥感情生一口闷啊。老李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一仰头把酒灌了下去。刚一咽下去，老李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紧接着半边身子一麻，连人带椅子重重地摔倒在地。等老李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了。他躺在重症监护室外面的普通病房里，闻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想说话却发现嘴角是歪的，只能发出啊啊的含糊声。他突发了严重的脑梗。老李的床边只有他那个哭得眼睛红肿的老伴。老李费力地转动着眼珠，一直盯着病房的那扇门。他在等啊，等他那些平时称兄道弟，天天在一起喝酒打牌的好兄弟来看他。1天过去了，门没响；2天过去了，门还是没响。到了第5天，老伴的手机终于响了，是一个常在一起打牌的老同事打来的。老李眼里刚闪过一丝光亮，就听见电话那头的人问：嫂子啊，老李这病医保能报销多少啊？哎呦，那可得花不少钱吧？行，那让他好好歇着，我们就不过去添乱了。说完，电话嘟滴一声就挂断了。那一刻，老李躺在病床上，虽然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但他却冷得他直打哆嗦。他这才彻底醒悟过来，那些天天围着他转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兄弟，那是一群趴在他身上吸血的麻瓜，人家不过是拿他当个买单的冤大头，当个解闷的工具罢了。你病了，你倒了，人家立马去寻找下一个冤大头，谁管你的死活？你们想想看，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个这样的老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表面上看是喝酒聊天，在本质上那都是磁场和气机的置换。老祖宗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老年人聚在一起都在聊些什么？除了家长里短，就是无休止的抱怨，要不然就是互相攀比。你在这样一个的圈子里待着，你以为你只是在听他们说话吗？我告诉你，你是在被他们污染。那些负面的情绪就像是有毒的瘴气一样，顺着你的耳朵、你的眼睛一丝丝的往你身体里转。你在那里待上1个下午，回家以后是不是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觉得浑身没劲，甚至莫名其妙的想发脾气？这就是因为你身上原本清净的纯正的先天气机被这个环境里的浑浊气场给冲散了、吸干了。60岁以后，你的身体和心神都需要安静，需要修养。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给自己的朋友圈做减法。那些酒肉朋友，那些一见面就倒苦水的人，那些天天拉着你攀比的人，你要毫不犹豫地远离他们。不要害怕得罪人，不要害怕被人说你不合群。你要晓得，在这个年纪能够忍受孤独，能够享受清静，那是一种极大的福分。把门关上，在家里泡一壶清茶，养2盆绿植，看看书，哪怕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这也比你去外面那种烂圈子里消耗生命要强上10000倍。你把外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缘分剪断了，你这叫6根清净，耳根清净了，心就不乱；眼根清净了，神就不散，你的气血自然就平稳了，家里的风水自然就顺畅了。所以说，朋友圈越小，你的命才会越好。真正值得你留下来的朋友，
是那种几个月不见面，坐在一起喝杯白开水都觉得心里踏实的人，是那种能互相交流养生心得、互相鼓励的人。其他的全都是过眼云烟。可是啊，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老年人明明知道外面很乱，身体受不了，却还是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抓着那些人际关系不放呢？为什么很多人到了晚年就是静不下心，每天都活在一种莫名的焦灼之中？其实不管是透支身体去管儿女的闲事，还是死要面子盲目社交，这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极度深刻的心理根源。很多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最后却硬生生的被这个幕后黑手给毁了晚年。这个可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对变老，对生病，特别是对没有钱的恐惧。所以我告诉你们，这60岁以后，第5件绝对不能再干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被金钱的恐惧给绑架了，不要再去拼命的盲目的做金钱的奴隶。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可能就不服气了，这年头没钱寸步难行，我不拼命攒钱，将来老了躺在病床上谁管我？你们要晓得，我不是让你不要钱，也不是让你大手大脚去把积蓄败光，我是让你看清楚，你现在每天省吃俭用，忧心忡忡，真的是因为你缺钱吗？其实根本不是。你每个月有退休金，手里有存款，儿女也大了，你根本不缺买米买菜的钱，你缺的是一份心安。你心里头硬生生的给自己住进了一个穷神。咱们历史上近代有个大名士叫王戎，他是竹林七贤之一。这个人到了晚年，那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家里的良田豪宅数都数不清。可是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一到晚上，王戎家连多点一根蜡烛都舍不得60多岁的干瘪老头和老伴2个人凑在如豆的昏暗油灯底下，手里拿着一把算盘，噼里啪啦的算当天的账，哪怕少了一个铜板，他都要急得一脑门子冷汗，满院子骂下人。更觉得是什么呢？他家里有一片果园，种出来的李子特别甜，天下闻名。王戎要把这李子拿到集市上去卖，可是他心里犯嘀咕了，万一别人买了我家的李子，吃完了把核种在地里长出好果树，那岂不是抢了我的财路？你想想看，就为了这一个毫无根据的担忧，这位60多岁富甲一方的老头子居然大半夜不睡觉，手里拿着一把尖锐的铁锥子，咔嚓咔嚓把准备拿去卖的成百上千个李子挨个地把核给钻破，弄得满手都是酸涩的汁水，腰酸背痛，就为了防着别人占他一点点便宜。王戎这一辈子虽然守着金山银山，但他有哪一天是快乐的？没有，他连个好觉都没睡过，一辈子被钱困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你对照一下，现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是不是活脱脱就是现代版的王戎？家里明明有空调，大夏天38、9度，热得满头大汗，就是死活不肯开，说费电，冰箱里放了3天的剩菜都馊了，儿女要扔，他一把抢过来，非说热热还能吃，倒了太可惜。结果呢，吃完半夜上吐下泻，被救护车拉到医院，一住就是半个月。你算算这笔账，你省下来的那5块钱电费，10块钱剩菜，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是医院里几千上万块的医药费，还有你自己身上遭受的巨大痛苦。你以为你是在节约
其实你是在用你的命去填补你心里那个对金钱的恐惧漏洞。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唯心造，你的心念就是你身边最强大的风水磁场。当你每天睁开眼睛，心里想的都是万一将来病了没钱怎么办，万一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你天天处在一种焦虑、匮乏、恐惧的情绪里，你这就等于是天天在向天地宇宙发射一种信号。什么信号？我很穷，我很可悲，我很倒霉。天地的契机是会回应你的，你越是害怕失去金钱，越是抠门到了骨子里，你就越会招惹来那些让你破财的灾祸。不是被保健品骗子把养老金卷走，就是身体突然得个大病，把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钱连本带利的全送给医院。这就是因果。你们要晓得，钱这个东西，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蕴含了大道钱。它不是死物，它是水，是流通的活水。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灌溉万物，才能滋养你的生命。如果你把水死死地堵在一个臭水沟里，不让它流，最后它只能变质，变成毒水，滋生出各种病菌来反噬你。60岁之后，你一定要把心放宽。钱是为你服务的工具，不是骑在你脖子上的主子。只要兜里还有买菜的钱，就该吃吃，该喝喝，买点新鲜的蔬菜，添2件柔软暖和的衣服，去学学画画，写写字。你把钱花在滋养自己的精气神上，你的身体舒坦了，心情愉悦了，你的气场就亮堂了。你气场一亮，病魔就进不了你的身，骗子也忽悠不了你。你不生病，不遭灾，不给儿女添乱，这就是你在为你自己，为你们这个家赚下了金山银山。你只有彻底放下对金钱的恐惧，不再因为害怕未知的明天而拼命压榨今天的自己，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晚年的安宁。我们说到这里，前面这5件绝对不能再干的事情：停止透支精气神，停止越界背业，停止争强好胜，停止盲目攀附圈子，停止被金钱恐惧绑架，已经全都给大家讲透了。可是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还会犯嘀咕，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了，可是真要我在生活中彻底撒手，不再去管，不再去争，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老天爷在这个坎上非要逼着我们服老，难道真的是让我们混吃等死，变成废人吗？当然不是。老天爷的安排绝不是让你躺平，更不是让你去当个废物，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高维度的生命智慧。这也是你60岁以后真正要去努力修炼的底层心法。只要掌握了这个心法，你不仅不会觉得老去是一件可怕的事，反而会迎来人生最通透、最自在的黄金岁月。那么这个隐藏在5大禁忌背后的天机到底是什么呢？说破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收老天爷逼着你服老，逼着你放下这5件事，根本不是在惩罚你，更不是嫌弃你没用了。恰恰相反，老天爷这是在心疼你，是在给你赐下真正的大福报。你们要晓得，人在年轻的时候，为了生存，你的心必须是往外放的，你去抓取金钱，抓取名利，去拼命证明自己，这在佛法里叫做向外攀援。可是人一过60岁，就像一年四季走到了秋天和冬天。秋天是干什么的？是落叶归根，是收敛结成的果实。冬天是干什么的？是冬藏，是把生命力深深地藏在泥土里，积蓄增养，准备迎接下一个轮回。我告诉你们，前面咱们讲的那5件事，
他们的本质其实就只有2个字：妄念，全都是你心里头生出来的，不切实际的执着。你总以为自己身体还是铁打的，睡一觉就能好，这就是妄念。你总以为儿女离了你活不下去，你替他们把苦吃了，他们就能一辈子享福，这也是妄念。你觉得外人夸你一句，你就有面子了，这还是妄念。你觉得卡里的存款越来越多，你就能挡住生老病死，这更是天大的妄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执着于这些虚妄的东西，你的心就像一个破了个大洞的皮球，怎么打气都鼓不起来。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越老越暴躁，越老越抑郁，越老越觉得全天下都欠他的，就是因为他向外抓了一辈子，到老了发现什么都抓不住了，心里那个空虚和恐慌把他的精气神全给吞噬了。所以老天爷为什么要你服老？这个道理很简单，服老不是让你每天坐在家里等死，而是让你把向外伸出去的手收回来，去好好的抱住你自己的心。这是一种生命境界的巨大跨越啊！以前你是个在世间法里打滚，吃尽酸甜苦辣的凡夫俗子，现在老天爷想让你变成一个修心养命的智者。当你不再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无谓的社交上，当你不再把喜怒哀乐拴在儿女的脸色上，当你身上的那个气场，那股子清净的频率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纯粹。你们仔细去观察一下，那些真正高寿、真正活得自在的老人家，哪一个不是眉目慈祥，说话慢条斯理，对什么事都看得开？这就叫气定神闲。人家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回来，安安稳稳地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了。这种人身上带着一团和气，连阎王爷都不愿意提早去找他。当你把这些伤人的妄念斩断了，身心达到平衡了，情绪越来越稳定，生活越来越自在，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很多原本你需要拼破头才能得到的东西，比如儿女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孝顺，家庭的和睦，身体的安康，开始自然而然地向你靠近。人生开始用另一种极其温柔的方式来回应你，这才是花甲之年最重要的觉醒。可是话说到这里，很多老朋友肯定要在心里叹气了，这个境界太高了，太好了，我也想达到，可是我这大半辈子已经过来了，以前不懂事，早把身体折腾出了一身病，早把家里的风水给搅乱了，我现在懂了，还有救吗？还能补得回来吗？当然有救，只要你今天听明白了，只要你现在这一刻肯发心转念，什么时候都不晚。接下来我就要教给你们一套真正能保命，能把漏掉的福报重新补回来的实操法门，不用你花1分钱，全凭你自己的一颗心一口气。咱们就来看看这晚年的漏到底该怎么补。这第一招啊，咱们先来讲讲怎么挡外面的煞气。你们要晓得，咱们很多老人家心软，最好面子，别人一求你，或者别人一凑过来跟你抱怨儿女不孝，社会不公，你虽然心里头烦得要命，但脸皮薄，还是硬撑着坐在那儿听，甚至还要跟着一起骂2句。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在引火烧身，把别人的晦气全吸到自己肚子里来了。从今天起，你要学会关门。这个关门不是让你把家里的防盗门锁死，不理人，而是要在你的心里头设一道无形的门。以后只要再碰到这种来找你倒苦水的，或者是用道德绑架，非要你出钱出力去帮忙的亲戚朋友，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拖字诀，不要当场拒绝，
也不要当场答应，你就在嘴上笑眯眯地说，哎呀，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你这一说我也挺心疼的，不过我年纪大了，脑子转得慢，这个事我得跟家里老伴商量商量，过2天我再答复你。你看这句话一出来，就像打太极拳一样，轻飘飘的就把对方那股逼人的气焰给化解了，这就叫没接他的茬，嘴上这么应付着，但你的心里，也就是你的念头里，必须马上立起一根柱子，你要在心里头默默地念上一句口诀，个人因果个人了，我不动心护真阳。这个道理很简单，别人的业力，那是别人前世今生种下的因，他现在在受果报，你一旦动了心，生了气，或者是强出头去替他扛，你的这口先天气机立马就散了。你在心里默念这句口诀，不是在念咒，而是在给你自己的心神下达一个坚定的指令，让你的心回到你自己身上来。只要你的心不动，外面那些乌七八糟的负面磁场就像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墙上，怎么也钻不进你的五脏六腑里去。这就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护身法门，比你带什么玉佩佛珠都管用，挡住了外面的消耗。这第2招，咱们就要来讲讲怎么把你这大半辈子漏掉的精气神给慢慢养回来。很多老人家一听养生，就以为是要去跑步，去爬山，去练什么高难度的气功，千万别去折腾，你那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造了。老祖宗讲的养气方法极其简单，关键就在于一个静字。我教你们一个每天在家里就能做的椅子桩，不需要你像庙里的和尚那样去盘腿打坐，那对老年人的膝盖伤害太大了。你就找一张家里最舒服的带靠背的木头椅子，每天吃完饭过个半小时，或者下午3、4点钟，家里最清静的时候，你踏踏实实的坐上去，坐的时候腰板微微挺直一点，不用僵硬，自然放松就行。2只脚平稳地踩在地上，双手就那么舒舒服服地搭在你的膝盖上，然后把眼睛闭上。但是注意啊，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在这里头，眼睛不要死死地闭紧，闭紧了你会头晕，也不要睁着你的神就全跑出去了。你要做到垂帘，就像窗帘放下来一半，眼睛微微闭上，留一丝丝微光。这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鼻孔上，去感受你一呼一吸的那个气流。吸气的时候不要用胸脯去吸，你想象着这股清新的空气顺着你的嗓子眼一直往下走，慢慢的细细的时候落到了你的肚脐眼下面。咱们中华文化里把这个地方叫做丹田。呼气的时候，你就在心里头对自己说，松，从头顶开始，脖子、肩膀、后背，跟着这口气一起彻底松懈下来。你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呼吸不用刻意去拉长，顺其自然，越轻越好，最好轻到连你自己都听不见。那个喘气声每天不要多，就做上15分钟到20分钟。你们要晓得，就这短短的15分钟，你的心火下降了，肾水上升了，这在易经里叫做水火既济。你这就是在给你的五脏六腑洗个舒舒服服的温水澡，这就是在把你漏掉的那个水缸的缝隙一点一点的用蒸汽给糊上。你坚持做上1个月，你会发现自己晚上的睡眠深了，白天不爱发火了，连走路的脚步都变得轻盈踏实了。这就是精气神收回来的铁证。这第3招就是咱们每天都要经历的3顿饭。前面我讲了，
千万不要带着气去吃饭，那是吃毒药。那饭到底该怎么吃呢？佛法讲得很清楚，吃饭就是修行，吃饭就是吃风水。从下一顿饭开始，你立个规矩，把电视机关了，把手机放得远远的，一碗白米饭，一盘青菜端上桌，你在动筷子之前，先在心里头升起一股欢喜心和感恩心。你看着这碗饭，心里默默地想，哎呀，今天这日子真安稳，有这口热乎饭吃，这都是老天爷的恩赐，是我自己的福报。带着这种欢喜心，你夹起一口菜放进嘴里，一定要细嚼慢咽，你去仔仔细细地尝一尝那个米饭的甜味，去感受一下青菜的清香。你每嚼一口，你的胃肠就会分泌出最健康的津液，这些食物一旦落肚，立马就会化成滋养你生命的纯正气血。你这顿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没有山珍海味，但因为你的心是平的，是静的，是感恩的，你吃下去的这2块钱的青菜，比人家吃1万块钱的人参燕窝还要补。这就是用你的好心念，把食物的磁场给彻底净化了。最后还有这第4招，专门治咱们老人家心里那个穷生和到了晚上就胡思乱想的毛病。很多老朋友人老了，觉就少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一会儿算计着下个月还要花多少钱，一会儿担心自己哪天要是得了大病连累孩子怎么办，越想越害怕。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顺着那个恐惧的念头往下走，你要立刻在心里头喊个停，然后用一种极其平缓极其温和的方式来给自己做个全身的大安抚。怎么安抚呢？你平躺在床上，2只手叠放在肚子上，在心里头像哄小婴儿一样，默默地跟你自己的身体对话。你对你的心脏说，老伙计，今天跳了一整天，辛苦你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想了，好好休息吧。你对你的肝胆说，大半辈子为了这个家操劳，受了不少气，从今天起我不生气了，你也放宽心睡吧。你对你的双腿说，走了一辈子的路，没少受累，现在咱们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你就顺着身体把5脏6腑挨个的感谢一遍，安抚一遍。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的身体是有灵性的，它跟着你吃了一辈子的苦，听了一辈子的抱怨，它最渴望听到的就是你发自内心的肯定和感谢。当你把这种充满了感恩慈悲的念头在全身过上一遍的时候，你心里那个对未来的恐惧，对没有钱的恐慌，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踏实极度温暖的满足感。在这种平缓祥和的磁场里，你会不知不觉地进入最深度的睡眠。第2天早上醒来，整个人神清气爽，因为你在睡梦中已经用你自己最好的风水把全身的病气都给化解掉了。所以说大道至简，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救命法宝，从来不是让你去倾家荡产买长生不老药，而是就在你每天的一呼一吸，一顿饭，一个觉，以及面对外人时的一个转念之中，你把这些小事做对了，你的晚年就像是坐在一座坚不可摧的金钟罩里，谁也吸不走你的福，谁也偷不走你的命。好了，今天跟你们掏心掏肺的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可能不太好，我在这里啊，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你打死都别再去做。第1件，千万别再去透支你那宝贵的
精气神了，干不完的活就放下，该认怂的时候就踏踏实实认怂，别拿命去拼。第二件，别再去硬扛儿女和亲戚的因果，不要把他们的债全背在自己肩上，没有边界的善良只会让你把家底和老命都搭进去。第三件，把你心里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彻底扔掉。60岁以后扶老守拙才是最高明的大智慧。第四件，别再去那些乌烟瘴气的圈子里凑热闹，一定要远离那些整天抱怨攀比的人，守住你自己的清净。第五件，赶紧把你心里的那个穷神给请出去。钱是拿来滋养生命的活水，别因为害怕老病就把自己逼成一个守财奴。这几步救命的招数你们也要牢牢记住。遇到别人找你倒苦水，心里马上默念一句个人因果个人了，我不动心护真阳。每天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15分钟，吃饭时带着感恩心去吃好你身体的风水。到了晚上睡觉前，2只手放在肚子上，好好感谢一下你辛苦了一辈子的五脏六腑。你们要晓得，咱们在这个世上走一遭，最好的风水不是你家里摆了什么镇宅的宝贝，最好的风水就是你现在身上这颗安定慈悲的心最大的改命，就是把你向外抓取的妄念改成向内修行的善因。今天我把这些天机和方法告诉你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发一个善心。如果你身边还有老朋友、老亲戚，他们还在为了儿女拼老命，还在为了面子争强好胜，还在因为害怕生病没钱而天天长吁短叹，我恳请你一定要把今天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看一看。你千万别觉得这只是在凑热闹，你这一转发就是在救人一命啊，就是在护人一运。你想想看，你的一句提醒，如果能让他少生一场大气，帮他避开一次劫难，这就等于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佛法里常常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别人拨开迷雾，这就是在为你自己为你家子孙积攒大福报，这叫功德无量。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大白话对你的晚年生活有启发，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的点赞和分享其实都是在无形之中汇聚善念。最后，我希望所有听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心安是福4个字，或者是随缘自在。你们要晓得，千万人的善念在这个评论区里汇聚起来，形成的那个正向磁场，那个能量场的威力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每一句善言，发出的每一个善念，最终都会化作最好的福报，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